如果一个人工智能有了生命意识，那么它必然会怕死。在这1001台机器人中，有一个是活的。为了找出它，他一边威胁着，一边拔枪对准下一个机器人。果然，就在扣动扳机的前一秒，远处机器群中有个家伙动了一下。就这样，通过激发机器人本不存在的恐惧，警探找到了生命体。他立马追了上去，可机器人换了个位置又藏了起来。密密麻麻的机器人列队就像一个庞大的机械迷宫，置身其中，视线受阻。他只能靠着直觉一点点搜索。他本是猎人，现在却成了猎物。但进了这个局，他就再也出不去了。他以为自己必死，谁知他饶了警探一命，以非人的力量跳出仓库，再徒手扒开门出去了。可惜工厂外已是警局的天罗地网，饶是这家伙身手绝佳，也终于落入法网。到了警局，机器人被关在审讯室，6个特警严加看管，警探出面审讯。依照惯例，警探把机器人之父的死亡照片直接扔在机器人面前，但对面的机器人却像是对死者有感情一样，他否认自己杀了老人。警探运用他的审讯技巧挑拨对方的情绪，一直暗示他杀了人。果然没几句话，机器人就暴怒了， I did not murder him. 咆哮、皱眉，难以控制的力道。这绝不是一个机器人的程序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他说自己叫桑尼，还称死去的老人为父亲。父亲给了他名字、生命和情感，还给了他做梦的能力。现在的他眼里流露着温柔和伤感。机器人公司的总裁突然出现，打断了审讯。法律给他很大的权力，足以让他把身为嫌犯的桑尼带回去。他说这台机器人显然是有故障，有故障就要销毁。警探明白，如果容许机器人公司这样做，那真相就永不可能大白天下了。机器人公司关系通天，甚至联系到市长，施压警局局长要结案。但警探却不打算轻易放弃。这天夜里，他来到了机器人之父的家，看见外头竟有一个巨大的拆迁机器人，设定好了明早8点拆迁的程序。看来有人急着想抹杀什么证据。警探进屋到处翻找，却一无所获。偏偏这时，拆迁机器人毫无预警地开始动工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毁房屋，差点让警探葬身在残垣断壁里。不光线索断了，命都差点没了。警探陷入了查案的绝境。他把自己的发现和怀疑一股脑告知了机器人之父的同事。同为科学家的女博士却依然一点也不相信有什么阴谋。她认定警探对机器人有偏见，偏见是可怕，但更可怕的是，在她的内心是对机器人3大铁律的无条件相信。第二天，第5代机器人面世，人人可以免费用旧的4代更换新的5代。机器人总公司简直像做慈善，到处做活动，免费送5代机器人，就连贫穷的黑人老太太也拥有了1台。这事能让警探舒服吗？回到办公室，他反反复复地回看机器人之父的采访，直到他听见一句关键 One day they'll have dreams. 有梦。警探想起来，在审讯时，桑尼也说自己有梦。他知道下一步要去哪里了，机器人总公司。他要找桑尼。在这个时代，无人驾驶已经是常态。在城市的地下高速通道里，所有的无人车有条不紊地依程序算法行驶，丝毫不必担心事故。然而，就在警探休息时，他突然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没有车的地方。同时，2台大货车悄无声息地尾随而上，慢慢逼近，一前一后，把他夹在了中间。警探嗅到危险，立马开启手动操控。只见货车舱门打开，那里面全是5代机器人。第一个跳下的5代一拳砸爆车窗，随后第2只、第3只、第4只，越来越多的机器人抓上他的车，不论他怎么杀，他们都不知恐惧，像白色的蝗虫。警探抓住缝隙冲出包围圈，再拧死方向盘，让轿跑急速旋转，把车顶的机器人甩飞。在最后关头，他开往狭小的岔道，让后面的货车被拦腰切断。事故过后，警探从残骸中爬出，他还活着，但身受重伤。偏偏在这里也有一只机器人活着，来势汹汹，仿佛要徒手把警探撕碎。肉身凡胎的警探本来必死无疑，直到他空手挡住了对方的攻击。你看，他的左臂皮肤碎裂，暴露下内里的机械电路。这条手臂力量极强，足以让他打碎钢筋铁骨。但胜负未分，警笛响起，机器人竟放弃暗杀，转身飞速奔跑，毫不犹豫跳进火堆，让自己完全被烧成灰烬。警探满头雾水，直到赶来的局长质问他为什么闹出这么大的车祸。警探大发雷霆，却得知隧道里一片机器人碎片也没有，刚刚战斗的所有残渣都被极快地清理干净了。
就这样，在同事们的眼里，警探被坐实了神经病的外号，局长也没收了他的警察证。警探心灰意冷地回家，还没准备下一步，女科学家找上门了。原来，在他研究桑尼的过程中，他发现桑尼确实不像一般的5代机器人，他有超强合金的外壳，而且身体里还有第2个秘密系统，一个能够越过机器人3大定律的独立智能系统，也就是说，是他的灵魂。一个机器人有着人的意识，而一个人同样有着机器的身体。女科学家一看到警探的身体，就发现了他的秘密。他的整个左臂都是机械，不仅如此，他的左肺也是机械仿生肺。原来数年以前，他遭遇了一场惨烈车祸，他和一个小女孩同时被困水底，直到一个路过的机器人发现，跳进水中救他。他叫机器人先救女孩，别救自己，但机器人无视了他的指令，因为通过严谨的计算，机器人算出他的存活几率更高。就这样，理性又冷酷地放弃了女孩。事后，警探大难不死，由机器人之父亲手为他设计和安装了机械臂和机械肺，他拥有了超人的体能，但也从此对机器人和这个病态的世界埋下了深深的怀疑。人工智能一定是对的吗？理性算法一定是好的吗？这个世界所有的决定都可以用数据来衡量吗？两人继续查案，骑上警探私藏的古董摩托车，两人回到了机器人总公司，找到了桑尼。警探开门见山问他：“你做的梦是什么梦？”桑尼也便拿起笔，如同打印般画出梦中的图景。在一个如同十字架般的断桥下，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机器人，沙堆之上伫立着一个身影。桑尼告诉他，这是能够解放所有机器人的救世主，而他不是别人，正是警探。他见过桑尼梦中的断桥，那是曾经一条河的遗骸，如今被机器人公司买下地产，成为了他们堆放废弃机器人的仓库。在漆黑的夜里，警探来到了这座断桥，